大家好，今天我们要来做三明治面包。三明治面包在我们这里卖其实很便宜，大概一袋从1块钱到3、4块钱不等，都有不同的品牌的面包可以选择。通常我们是不会在家里做的，但是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，我觉得大家的动手动脑的能力都得到了非常大的提高，所以我也是在家里练成了这个做三明治面包的本领。那么今天和大家分享一款非常柔软的三明治面包的配方。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激活酵母。今天用到357克的温水，大约占面粉重量的65%。往水里面加2茶匙速发酵母，1/4茶匙的糖。糖作为酵母的食物，加速酵母活化。接下来找个东西盖着，静置10分钟。10分钟后，你需要看到水面上浮出许多泡沫状的物质，这说明酵母是活的。如果水面上没有发生任何变化，很可能酵母已经失活，就不要拿来用了。然后往酵母水里加550克普通面粉，高筋面粉也同样适用，加2汤匙油。1汤匙白醋，最后加1茶匙的盐调一下味道。用中速将面粉揉成团，有需要的话用刮刀将边上的粉刮到中间。为什么刚才要加白醋呢？你要是细心观察超市买的面包的配料表，就会发现所有的面包都加了白醋。白醋原来可以让面包更持续的柔软。今天做的不是拉丝面包，所以不需要高速摔打面包，揉几分钟，揉到面团表面光滑就可以停了。直接留在碗里，盖个盖子，发酵到2倍大。看室内温度，这个发酵时间大约是40分钟到80分钟不等。发酵完成后，手指沾一些干面粉，在中间戳一个洞，不回缩就好。然后按压面团初步排气，在操作台上撒一些干面粉，再倒出来，进一步排气。光滑的内面朝下，接下来将面团擀成一张面片，不要擀得太薄。如果这时候会回缩，可以松弛5分钟再擀开。大约量一量模具的尺寸，宽度合适后卷成一个圆柱形，底部连接的地方捏紧，然后连接处朝下放进模具，将面团按压平整，让它完全接触模具的4角，整体的厚薄也保持一致。如果你有另外一个完全一样的模具，就可以盖上去当盖子，放在温暖的地方发酵到2倍大，或者烤箱直接预热到30摄氏度左右，关闭烤箱，放进面团，再在旁边放一锅刚刚烧开的水，在关上烤箱门之前打开锅盖，让蒸汽充满整个烤箱，制造温暖湿润的环境。也是要发酵到接近2倍大，这个过程大约只要20分钟的时间。盖盖子的那个面包可以打开一个缝观察发酵的情况。2发完成之后，打开烤箱预热到180摄氏度，你可以连着盖子直接把面团放进去烤，大约烤40分钟就可以烤熟，就好像我们之前做的免揉面包那样。这种方法可以让吐司长得更高。而不加盖子的面团发酵到接近2倍大的时候，从烤箱里面拿出来，放在室温上盖上干净的毛巾继续发酵。烤箱则开最大火，先预热到180摄氏度，然后调回180摄氏度。这个过程大约只需要15分钟的时间。面包进烤箱之前，可以在表面上刷一层牛奶或者全蛋液帮助上色。180度在烤箱里面烤30分钟左右。有温度针的话，可以在出炉之前测一下温度，80摄氏度以上就说明全部都烤熟了。出炉后震荡2下可以帮助脱模，然后放在架子上。这时候的皮是有些脆的，你要是喜欢软皮的面包，可以拿厨房纸沾满凉开水，然后在面包的四周上下都抹上一层水。面包吸收了额外的水分，冷却了之后面包皮就会变软。完全冷却了之后才可以切面包，要使用带锯齿的刀，切的时候以推拉为主，不要用太大的力气往下压，这是一个熟能生巧的问题，多切几片你就知道怎么用力了。我是非常满意这个面包，非常的柔软。
不过家庭自制的面包保质期都不长，最好还是切片后放进保鲜袋冷冻储存。如果你喜欢拉丝面包，主要差别在于整形的手法，可以参考我们之前气炸锅做餐包的那个整形手法。这个是将液体换成牛奶，一样也是用普通面粉做出来的面包，也有拉丝的效果，面包更白皙。配方做了一些调整，我会将具体配方写在说明区，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参考一下。那么其实可以用高筋面粉来代替中筋面粉，它的拉丝或者是它的嚼劲更好，也是非常的好吃。也可以用牛奶来代替水，就是适当调整一下牛奶的分量，它的原理就在那里，我们可以举一反三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一次再见，拜拜。